进到新的公司，人资有要签劳动契约吗？你有看清楚你的劳动契约是什么样子吗？赶快找出来看一下哦。很多当社工的伙伴可能在大学都没有修过劳工相关的议题，等到要毕业了，当上劳工才发现有很多问题不太理解。安德鲁社工师过去在文化大学读劳工系的时候，系上有老师去东吴社工系教授劳工关系这门课，所以我知道东吴社工有开这一类的课程。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劳动契约的定不定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常见，也有一些其他的同义副词，类似像专案社工、1年1聘等。有些机构有一些担心解雇的问题，所以告诉面试的人这个工作是专案约或是1年1聘的说法。很多伙伴就会担心，那会不会造成我的年休假与年资的累计的问题呢？我在面试的时候，有些人资或是主管也会用上述的话术表示。在劳基法对于工作契约有明文的规范，依劳基法第9条的规定，临时性、短期性、季节性及特定工作得为定期契约。如果是持续性的工作，应为不定期契约。那什么是临时性、短期性、季节性及特定性的工作呢？劳基法实施细则第6条明文规定如下：一、连续性工作，系指无法预期之非继续性的工作，其工作期间在6个月内者。第二，短期性工作，系指可预期性于6个月内完成之非持续性的工作。第三，季节性工作，系指受到季节性原料、材料来源或市场销售影响之非继续性的工作，其工作期间在9个月内者。第四，特定性工作，系指可在特定期间内完成之非继续性的工作。如果特定性工作期间超过1年者，应报请主管机关核备。所以不论专案是否停止或者是延续，专案是公司与委托单位之间的关系，专案跟员工没有直接聘雇的关系，员工跟公司才有直接聘雇的关系。若违反，可以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主管机关得依事业的规模、违反的人数、违反的情节，加重罚锾至法定罚锾最高额度的1/2。如果说到这里都能够理解，那要说一说两约之间的一个问题。有些机构会把你解雇，要你写离职单，再重新进行聘雇，年资薪水重新计算。或是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想申请转调部门，但是你的主管不同意，所以你就辞职了，面试在同一个老板下的不同单位任职。此时人资可能会骗你，你离职咯，在面试进来就是新人，前面的年资薪水都不算，要重新归零，重新开始哦。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待遇吗？此时你应该告诉对方，依劳基法第9条规定，其前后劳动契约
之工作期间超过90天，前后契约间断期间未超过30日者，应视为不定期契约。社工是由该公司持续雇用之社工，其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业务仍是属于持续性的工作，所以公司社工的劳动契约随着委托单位的1年1签或者是每年1签，这个部分是有可能违法的。如果你遇到的状况是次年专案没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看公司有没有其他社工业务可以指派给你，或是有没有多余的经费能够持续的聘雇你，或是可以依据劳基法第11条的规定，雇主要提前预告劳工终止劳动契约，并且给付资遣费。所以不定期契约只要有业务的紧缩或是无适当工作可以提供安置等法定事由，公司仍可以依法终止劳动契约。雇主可以依劳基法第11条的规定终止劳动契约，其预告期间各项条款之规定，如果你持续工作3个月以上，1年未满，要给予10天的预告。第二，继续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满，于20日前预告。第三，继续工作3年以上，应该在30日前预告。劳工于接到前项预告后，为另谋工作，得于工作时间内请假外出，其请假的时数每星期不可以超过2日之工作时间。请假找工作期间的工资，老板要照常给付。雇主未依第1项规定期间预告终止劳动契约，应付预告期间的工资。雇主依法终止劳动契约，应依下列规定发给劳工资遣费，在同一雇主事业单位持续工作，年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资遣费。第二，依前项计算剩余月数或工作未满1年者，以比例计给，未满1个月以1个月做计算。资遣费雇主应于终止劳动契约30日内发给。另外，可申请失业保险，失业给付每个月按申请人离职办理劳工保险退保之当月起前6个月平均月投保薪资的 60% 发给。自申请人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之15日算起，被保险人非自愿离职退保后，于请领失业给付期间，有受其抚养之眷属每一个人可以按申请人离职办理前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的 10% 加给给付，最多计至 20%。受抚养眷属是指受被保险人抚养之无工作收入的父母、配偶、未成年人子女或身心障碍子女。失业给付最长发给6个月，但是申请人办理劳工保险退保的时候已经年满45岁，或是领有社政主管机关核发之身心障碍证明者，最长可以发给9个月。提早就业奖助津贴符合失业给付请领的条件，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且参与就业保险满3个月以上，被保险人尚未请领之失业给付金额的 50% 可以一次性的发给。说到这里，帮大家总结一下，社工的工作如果是育婴留停职代缺，这个工作有可能是定期性的工作哦。
如果育婴留停的职代缺，有人放完补助的留停假之后再放自己的无薪假的留停，如果前后超过1年，特定性工作期间超过1年者，应报请主管机关核备才算数。除此之外，都可以依上述的说明主张自己的权利，大家应该比较明白一点了吧？如果遇到这样的公司，安德鲁社公司认为，这样的公司应该要早一点放生吧，找下一家劳动条件好一点的公司。其实要这样玩社工，想必公司的人都很闲吧？解雇、面试、再雇用，教育成本是不用钱吗？为了省小钱，如果被主管机关裁罚，会不会因小失大呢？我是义务社公司的安德